妈妈得救了，不，准确的说是精准也得救了。吴秀娜后来得知，他们家当初建立厂房是以工业用地租赁的韩氏集团旗下公司的土地，价格很合理，但有产量要求，如果达不到标准，韩氏有权收回土地使用权。关于工业用地的条例，国家是有规定的，韩氏无论怎么做都是合情合理。按理来说，以精准的实力完成年产量是很容易的事，再不济先把货生产出来堆放着也行，怎么都能达到指标。谁料他那人渣爸爸出轨了公司财务，本来追购原材料加急生产就可以解决的事，偏偏公司账目亏空，拿不出钱了。原材料价格上涨，供应商不肯赊货，于是就造成了今天的局面。韩先生同意给他们机会了，厂房保住了。吴秀娜觉得心里怪怪的，那韩先生实在不像那么好说话的人，不知为何就开了金口，一个好字，尘埃落定，令人不安。他扶着妈妈走出锦江酒店的时候，仍觉得一切都像在做梦一样。他从前觉得家里住别墅，请保姆，已经算得上有钱了。后来听吴若涵说，池骋家才是真的有钱，他们家附近那一片别墅区都是他家盖的。一线大城市真是卧虎藏龙，一山更比一山高。妈妈说，韩氏集团才是真的控制本地经济命脉，影响城市 GDP 的大家族。那位韩先生叫韩志，如今掌控韩氏集团。他爷爷是韩国栋，大有来头，红一代。精准在韩氏集团面前，渺小如一粒尘埃。那段经历如同做梦一样，很多时候都让吴秀娜觉得不真实。但回去之后，妈妈拿了离婚协议给爸爸，爸爸慌了，不住的忏悔，祈求原谅。吴秀娜心里一片悲凉。精准的财务黄阿姨是妈妈最好的朋友，她们从大学就是闺蜜，无比信任对方。结果是双双背叛，无论什么借口和缘由，出轨就是出轨，无比恶心。后来他们离婚了，爸爸搬了出去，半年之后真的和那位黄阿姨走到了一起，结了婚。那些都是后话了。总之他们感情危机的那段时间，妹妹吴若涵都觉得害怕了，在家里大气也不敢出。经过锦江酒店的事，妈妈对吴秀娜尤其好，也算患难见真情了。爸爸是净身出户，精准差点被他们搞垮了，自然也没脸要求别的了。为了维持公司运作，妈妈把家里的别墅和别处房产都给抵押了。好在最后苦尽甘来，一切恢复正常。傅娟是有些本事的，吴秀娜也没时间想别的，高考在即，她紧张忐忑。池骋报考的是985大学，以她的成绩，想要跟上她的脚步有点困难，但她愿拼尽全力搏一个前程似锦。考试结束后，整个人都瘦了一圈。临放假的时候，同学们约了一起饭店聚会 KTV 唱歌。那天很热闹，也很伤感，与高中生涯匆匆而过的，还有他们呼啸而去的青春时光。不管关系如何，从此以后，大家各奔前程，如飞鸟作散。聚会结束的时候，吴秀娜唱了一首歌，很伤感的歌词：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，但偏偏雨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，还要多久我才能在你身边？等到放晴的那天，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。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，但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。他唱的一般，也没太多人注意，自顾自地怀揣着那点小心思。余光一瞥，看到包间一隅，杨思玲趴在池骋肩上在哭。据说他考试那天状态不佳，应该是考砸了。池骋在安慰他，摸了摸他的头发，低声说话，温言细语。灯光映在他们身上，像电影中的怀旧色彩，少年少女，天作之合。那天，吴秀娜取了牙套，化了淡妆，扎了马尾，穿了条米白色的连衣裙。她唱歌的时候，只有林涵很捧场的吹口哨、鼓掌。那个曾经在她上厕所的路上突然跳出来吓她的少年，在她看向池骋的时候，拍了拍她的肩：“黑妹，你考虑下我吧。”池骋就别想了，那家伙不太好搞啊。是啊，他如今普普通通，还是不够优秀。想要与山同齐，他必须也是一座山。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，震惊了全家。吴秀娜考上了本市985大学。那个暑假，妈妈给她买了最新款的智能手机、电脑，带她去商场购物，买适合女孩子的护肤品、衣服、鞋子。吴秀娜在瑜伽房挥汗如雨，饮食规律，研究各种美容穿搭杂志，每晚10点准时睡觉，又准时早起跑步。快开学时，站在灯光如昼的镜子前，看到面前的女孩子清爽干净、乖巧的披肩长发，小麦色的皮肤，丹凤眼，但长开了的五官精致立体，笑容自信灿烂，也算是好看的了吧。那时妹妹正上高中，埋头苦读时总是被妈妈教导：“你要争气啊，要跟姐姐一样考名牌大学，不要只顾眼前的享乐。大学生涯对她来说是崭新的。”她自信、阳光、明眸善睐，也有男孩子多看一眼了，还交了最好的朋友韩冰冰。池骋那样出色的男生，仍是学校的风云人物，身边围了很多的女孩，连大3的学姐也有悄悄打听他的。韩冰冰这样的白富美也忍不住跑来问：“娜娜，你和管理系的池骋是高中同学吧？你知不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？”吴秀娜沉默了下，那时微信刚刚开始盛行，学生更习惯用 QQ， 他们有高中同学群，自然也是有池骋的 QQ 好友的。而且他们同住一片小区，暑假的时候有一次，林涵还约了他一起打网球。听说池骋也在，他精心打扮一番，
结果到了地方才发现，人家杨思玲素颜都比他好看。杨思玲已经从高考失利中缓过神来，握着手中的网球拍，神采飞扬。驰骋、娜娜，你们等着明年给我接风吧，我一定会去找你们。他选择了复读，并且很有自信，但当时他们都不会知道，人生的路口是多向的，选择了不同的方向，日后重逢的机会微乎其微。杨思玲后来也没去他们那所学校，考上了外省另一所重点大学，接着出国留学，定居国外结婚，一切顺遂。打网球那天，吴秀娜问林涵，杨思玲是不是在和驰骋谈恋爱？林涵说没有的事，他们两家关系好罢了，思玲有那么点心思，驰骋把她当妹妹。吴秀娜顿觉心里无比松快。林涵又悠悠地说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对驰骋那点小心思，我告诉你啊，黑妹，别喜欢他，那家伙是冷血动物，没有心的。后来到了大学，林涵偶尔还会在 QQ 上找他聊天，期间问了一次要不要当他女朋友，吴秀娜拒绝了。林涵又说了一句，黑妹，我哪里比不上驰骋，家世、人品、相貌。吴秀娜顿时无语了，大哥，你是有多自信啊？虽同样是富家子，人品和相貌哪一样可以跟驰骋比？他很坦诚地说，还记得高一那年你在学校走廊吓我那件事吗？我心里有阴影了，对你爱无能。虽然迟了3年，但林涵还是道了歉，对不起。以开玩笑的形式欺凌弱小，嘲讽他人，罪魁祸首永远不会知道对当事人造成的心理阴影。不过好在那些都过去了，他走出来了，如果走不出来，可能就不是一场故事，而是一场事故了。压死骆驼的从来不是最后一根稻草，每一根稻草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如今的吴秀娜是名校学生，前途光明。韩冰冰问驰骋有没有女朋友的时候，吴秀娜沉默了下，接着很坚定地告诉他，目前没有，不过很快就会有了。他喜欢驰骋，大学里优秀的女孩子太多，他不能再等了。大学时的驰骋也很爱打篮球，吴秀娜很快发现，和高中时一样，没多久就有女孩子专门来蹲守。于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，她穿着白色连衣裙，扎着马尾，露出光洁的额头，脚步轻快地来到篮球场。驰骋，她响亮地喊了一声，篮球场一时安静，所有人都看着她。打完球去找我呀，我在自习室等你，一起去吃饭。他莞尔一笑，牙齿整齐洁白。然后大家看到驰骋一个投篮，回头看他被汗浸湿的脸，神采飞扬。好嘞，等我回去冲个澡。一时震惊了所有人，很快就传遍了学校。管理系那个系草驰骋，女朋友叫吴秀娜，就是大一文学系2班那个皮肤有点黑，但长得很清纯的女孩。韩冰冰跑来问她的时候，无比惊讶，还有些兴奋。娜娜，你真的和驰骋在一起了呀？吴秀娜没承认，也没否认，笑了下，传得可真快。韩冰冰当他默认了，流言蜚语铁证如山，他禁不住拍了他的肩膀，嘿，你可真行，喜欢一个人总是要耍些手段的，不是吗？约驰骋吃饭是提前在 QQ 上说好的，二人的关系说不上热络，但好歹是高中同学。吴秀娜以妹妹备战高考为由，管驰骋要了她高中时期所有的学习资料和笔记，偶尔也会帮妹妹请教她几个问题。一来二去，时常在 QQ 上聊几句。吴秀娜说，老这么麻烦你很不好意思，明天我请你吃饭吧。驰骋笑着说，这点小事至于吗？他又说，我妹妹可是你的忠实迷妹，你不会连她的面子也不给吧？于是对方爽快地答应下来。于是吴秀娜特意跑到篮球场上提醒他，绯闻是他有意制造的，驰骋的性格他也算摸透了。林涵说他是冷血动物，因为他是个感情意识淡薄的人。有的人天生对感情迟钝和木讷，这份迟钝和木讷不光是爱情，亲情也是如此。据林涵透露，驰骋从不会主动跟任何人联系，亲人也好，朋友也罢，但凡你来找他，他都会跟你玩得很好，能帮忙的也一定帮。可是如果你不找他，他绝不会主动找你，甚至1年2年过后，他都不会想起找你。但如果你这个时候出现给他说，嗨兄弟，好久不见，我想借点钱，他会二话不说给你转账，且不会问你这么长时间去哪儿了。你出现，我们就是朋友，你不出现，对我也没影响。他爸爸因集团业务去外地常住半年，当儿子的一个电话也没主动打过。但爸爸回来的时候，狂风暴雨，他亲自开车去机场接人。姥姥生病住院，妈妈在医院照顾，他没有去看过一次，直到妈妈抱怨说你怎么不来医院，他才想起来去医院看人。你说他不孝顺吗？姥姥后来说，以前在南京吃过一种羊角形状的糕点，里面都是蜂蜜，现在很想吃。他趁着放假买了去南京的票，亲自去他说过的地方买。妹妹迟婷参加夏令营，整个暑假都不在家，快回来的时候，妈妈说让她去学校接一下。她这才想起妹妹竟然2个月没在家，智商在线，情商也在线，唯独感情不在线。杨思玲喜欢他人尽皆知，只有他说，是吗？没听思玲说过。说了又能怎么样呢？高中时也有女生表白过的，换来他一句，哦，谢谢。思玲围着他转的时候，他会在他上学，送他生日礼物，给他肩膀依靠。可思玲不在的时候，他也一切如常，想不起来去关心他。所以林涵会说，那家伙看着是热的，摸着是冷的，超级大直男，月老签的钢筋给他都没用。事实证明他是对的。
但吴秀娜不信，所有喜欢驰骋的女孩都不信，她们都认为自己是特殊的一个。吴秀娜无疑是更特殊的，无论如何，她成功的迈出了第一步，成为驰骋的绯闻女友。接着是第二步，主动去驰骋面前晃荡。教室、图书馆、篮球场，每一次看似不经意的邂逅，都是计划之中。她不仅制定了变美的计划，也制定了俘虏驰骋的计划。总之效果是好的，围绕在驰骋身边的女孩子大都知难而退，因为吴秀娜那时候已经越来越优秀。大二的时候，有知名星探在街上发现了她，眼睛发亮，非要她去参加一个广告试镜。结果一下被选中，拍了个公益广告，那小麦色的皮肤、丹凤眼、标志性的笑容，点亮了更多人的眼睛。驰骋当然也是看了那广告的。吴秀娜问他感觉拍得怎么样，他认真道非常棒。看完后眼前一亮，嚯，原来吴秀娜这么好看，他心里顿时像蜜一样甜，激动的耳朵都红了。出了个小名，有导演陆续来找想请他拍戏，一来是家里并不缺钱，二来妈妈说要以学业为重，全都推掉了。但是有了这个经历，围绕驰骋的女孩子更少了，学校里人人都在说吴秀娜清纯漂亮，难怪驰骋喜欢她。她努力了4年，终于与驰骋站在了同一高度，大山紧挨着大山。如今二人只差捅破一层窗纸了，不急，她有信心。大二下学期，韩冰冰过生日，约了她和其余几个女同学去家里吃饭。白富美过生日就是不一样，之前已经在饭店摆了几桌，同学和老师都到场了。但韩冰冰说这次不一样，是家里人给她摆的生日宴。到了那天晚上，吴秀娜穿了件小香风式的露肩连衣裙，和其他同学一起带着礼物上门了。结果到了韩冰冰家才发现，半山别墅，灯光辉煌，从大门到她家宅子，开车也要10几分钟。几个有钱的女同学震惊了，知道韩冰冰是正经的白富美，但没想到是这样正经的白富美，太梦幻，太公主了。司机将他们带到别墅，门口的佣人站了2排，还有专门等待迎客的管家。客厅大堂如宫殿一样漂亮，水晶灯璀璨耀眼，处处奢靡，那是一场他从未见过的盛大且豪华的生日宴。见了韩冰冰，几个女生都异常兴奋，直呼开了眼了。结果这货从鼻子里冷哼一声，有啥好高兴的？名义上是我的生日宴，实际是韩家的交际会罢了。吴秀娜这才得知，在场的客人没一个身份简单的，政客全要，豪门大族，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本地响当当的人物，还有几个熟面孔的当红明星，激动的他们立刻要去合影要签名。韩冰冰抬了下巴，去呗，韩家的宴会，他们不敢不给。几个女同学于是大着胆子去了。吴秀娜站着没动，脑中浮现了什么，小心翼翼地问冰冰：“韩氏集团是你家的吧？韩志是你什么人？”此言一出，韩冰冰竟然变了脸色，赶忙地把他拉到一旁，低声道：“小声点，他是我小叔，我可怕他了。”果不其然，吴秀娜心里一紧，莫名地想起锦江酒店里那道生人勿近的身影，以及掩在金丝眼镜下的那双阴寒眸子，脸顿时有些难看。韩冰冰却未察觉，继续道：“也不是我怕他，是我们全家都怕他。我爸一把年纪的人了，见了他都不敢乱说话的。”韩志究竟是什么人呢？韩冰冰说，这个小叔很年轻，才比他大了8岁，其实是他爷爷的私生子。但他爷爷很偏爱他，他也确实很有本事，从国外留学回来不久就接手了韩氏。韩家是个很大的家族，关系错综复杂，一开始大家都不服，明里暗里的使了不少绊子。可这个小叔实在太厉害，太聪明，手段也比较狠，翻脸起来六亲不认。更重要的是，爷爷护着他，而且韩氏确实在他的整治下蒸蒸日上，几个给他甩脸色的长辈都没有好下场，所有人都被管得服服帖帖，连他50多的父亲都怕他，准确来说是又敬又怕。韩冰冰说：“我每次见到他都不敢直视他的眼睛，娜娜，我偷偷告诉你，我小叔他连人都敢杀。”吴秀娜心里更紧张了。3年前，韩志大发慈悲地给了他们家一条生路。他有时会想，他那样的人为何要大发慈悲？是不是有什么目的？可是能有什么目的呢？精准在他眼中一文不值。他那时也是又黑又土的妞，也不可能引起他的兴趣。为什么呢？没有为什么吧，单纯是他的大发慈悲。如果真的有目的，怎么会3年了没动静？吴秀娜放下心来，如今的他，哪怕站在韩志面前，他都不会认识的，担心什么呢？可是怕什么来什么。生日会举行一半的时候，韩志真的来了。慵懒的金领衬衫，冷白皮肤，五官立体精致，乌黑眼眸掩在眼镜下折射出寒光，身材挺拔，个子很高，一如吴秀娜初时所见，气质清冷桀骜，眼神犀利，令人不敢靠近。身后那些西装革履的保镖守在了门口，他脚步稳健走来，大厅内所有人都安静了，目光注视着他，所经之处都是恭敬的招呼声。韩先生，韩先生，您来了。韩志惜字如金，点了点头，神态没有丝毫变化，目光随意地瞥了眼大厅。吴秀娜也不知自己为何会害怕，在人群中悄咪咪地后退几步，躲在了大堂白玉柱后面，接着又悄咪咪地去了阳台。呼，安静了，终于放下心来。半山别墅的阳台很大，足有几10米长，而且视野很好，看得到远处灯火阑珊的城市夜景。
吴秀娜手里端着果汁，沿着阳台向东走，看着夜景，吹着晚风，心情平静下来后，又觉得自己十分好笑。害怕？怕什么？且不说韩志都不记得有他这号人了，就算记得，能把他吃了不成？他诚惶诚恐地做什么？连妈妈后来都说，韩志那个人谁能琢磨透？他碾死精准如碾死一只蚂蚁，对我们来说是放了精准生路，救了咱们家，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挪了下脚，转身也就忘了。他能有什么目的？我们有什么可让他图的？人家虽然单身，那么多年轻漂亮的女明星女千金想往他身上扑，难不成眼瞎了，看上吴秀娜这种土妞？哦，当时妈妈还开玩笑说了一句，如果他真的有想法，他会立刻把吴秀娜打包送过去。谢天谢地，能有这种女婿，真是祖坟冒青烟了。吴秀娜想着，不由得笑出了声。妈妈真傻。且不说韩志眼没瞎，就算眼瞎了，他那种人能有什么真感情？有句话叫乐极生悲，用在吴秀娜身上再合适不过。她很快就笑不出来了，因为一抬头看到了前面站着的韩志。他侧对着她，目光望着遥遥远处夜景，身形挺拔。这个角度看去，他面部轮廓棱角分明，鼻梁弧度高挺，下颌线条流畅，样貌佳绝。但吴秀娜的脸白了，反应迅速地用果汁杯挡住脸，极快掉头。她紧张地往前走，试图原路返回大厅。可惜的是，阳台与大厅之间站了几名身材高大魁梧的保镖，阳台被封锁了。吴秀娜正想着要不要跟保镖说一声，放自己出去，倏地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，转身一看，脸更白了，结结巴巴地说了句：“韩先生，我不是故意来这的，我想出去来着。哦不，我这就出去。”说罢，立刻就要走，却不成想韩志突然开口，声音清冷：“过来。”他的头发麻了，感觉手里的果汁都开始抖了，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镇定下来，然后很听话地走了过去。吴秀娜个子挺高，穿上高跟鞋足有1.7米，可是站到他面前还是矮了大半头。当然也没敢抬头看他，只看到他洁白的衬衫，颀长的身躯，压迫感油然而生。他结巴道：“韩先生。”接着，一只骨节分明的手钳制住他的下巴，强硬地抬起他的头。金丝眼镜下，韩志的眼眸深沉，声音凉了几分：“躲什么？怕我？”吴秀娜心里一咯噔，脸色难看，下意识地点了点头，突然又意识到了什么，赶忙摇头解释：“不是。”可是解释显得如此苍白无力，还有点虚伪，他只得又慌乱道：“有一点。”韩志扬眉，眼中起了点玩味，嘴角勾起，放开了他的下巴。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方帕子，擦了擦手，漫不经心道：“吴秀娜，你就这点胆子？”吴秀娜大惊失色，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，冰寒刺骨。他记得他，不仅记得，还知道他的名字。3年了，冒出这么一句，可怕，太可怕了。他脑子很懵，呆呆地看着他，仔细地用帕子擦手，嘴角有嘲讽的笑，然后当着他的面将那方干净的帕子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。害怕过后，那种自尊心被践踏的感觉令他有些愤怒，抿着嘴唇，苍白着脸说：“韩先生，您不必如此，我不脏。”韩志一愣，接着勾起嘴角，笑得有些邪气：“那就好。”什么叫那就好？吴秀娜绷紧的那根弦终于是断了。那天晚上，他没能离开韩家，也没人找他。后来他甚至知道，韩冰冰主动给他妈妈打了电话，说他们几个同学玩得开心，多喝了一杯，今晚都在他家住下了。半山别墅，夜色清冷，3楼房间灯都没开，韩志栖身靠近了他，月光流泻到窗台，他坐在床沿上，他的手撑在床沿上，禁锢着他。摘去眼镜，他的眼睛竟然更加深邃乌黑，如一潭古井，泛着幽幽的微光。他身上气息冷冽，直直地盯着他，像是捕捉猎物的狼。吴秀娜哆嗦着身子，牙关打颤，哭了：“韩先生，放我离开，不要这样，求你了。”韩志笑了，那笑容显得邪气，凑到他耳边，嗓音沙哑：“我是生意人，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。”脑子嗡地炸了。吴秀娜瞪着大大的眼睛，怎么也不敢置信，他从一开始就盯上了他。那么中间3年呢？嫌他的猎物不够好，太柴太瘦，养一养，肥硕了再吃。这念头令他面如死灰。果不其然，那男人抚在他耳边，轻笑：“你们家得了我的好处，到了该付出的时候了。”吴秀娜浑身发冷，韩志如一头危险的野兽，眼泛寒光，凑近他的脖子，细嗅，如猛虎一般。吴秀娜全身笼罩在阴影之下，觉得自己要被他生吞活剥了。反抗挣扎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男人的阴影笼罩着他，如恶魔一般，令人惧怕。韩志看着他哭，目光残忍：“被我盯上了，就永远不要想着反抗。”那晚发生的一切，他不愿回想，如坠深渊，恍如噩梦。次日醒来，房间整洁干净，阳光刺眼，只有床上凌乱一片。韩志还在睡，那张完美无瑕的脸近在眼前，对他来说却如恶魔一样可怕。吴秀娜哆哆嗦嗦地挪开身子，下了床，蜷缩在一旁。衣服被撕烂了，自尊也被撕烂了，骄傲、自信、阳光，统统被撕烂了。接着，韩志醒了，他如破碎的蝴蝶，暴露在清晨的阳光中，脆弱不堪。
那男人穿上衬衫，戴上手表，扯了扯领口，神情冷漠，一如既往，生人勿近。他看了他一眼，淡淡道：“等会有人给你送衣服，吃完早饭，司机会送你回去。”吴秀娜不记得自己是怎样失魂落魄的回到家，身上的痕迹见证着那场暴行。所幸到家时，家里没人，妹妹在学校，妈妈去公司了。她站在浴室，一遍又一遍的冲洗，真的拿出钢丝球去搓，搓着搓着，崩溃大哭。流淌的水夹杂着血，涂进脚底，冲入地漏。她捂着脸，止不住哆嗦。然而这种羞耻无人可说。她好几天没去学校，在家穿着睡袍，脖子上围着纱巾，再扣上睡袍帽子，只露出一张神情憔悴的脸。她哑着嗓子对妈妈说：“我感冒了，在家休息几天。妹妹学习紧张，我就不出屋子了，别传染给她。”妈妈不疑有他，叮嘱她按时吃药，就早出晚归的去忙了。韩冰冰给她发了信息，说自己也很茫然，反问她和韩志是怎么回事。她还说：“娜娜，你放心，不会有人乱说话的，他们都怕我小叔。”吴秀娜呆愣愣的没回复，手指却点开了池诚的头像。头像是卡通动漫人物，她知道的，《火影忍者》里的宇智波佐助。池诚喜欢的，他向来也喜欢，犹豫了很久，发了2个字过去：“在吗？”中午发的，到了晚上才见头像闪动，他眼神空洞的躺在床上，听到手机响，赶忙的拿起来看。池诚只回了1个字，却令他眼眶一热，在。眼泪落在手机屏幕上，他飞快的打字：“在家吗？能出来吗？有件事想跟你说。”好。吴秀娜慌不择路的换衣服，跑到卫生间洗了把脸，用的冷水使人清醒，脸色不太好看，眼圈有轻轻的倦怠之色，这样的面色怎么能见池诚呢？她飞快地扑到梳妆台，涂抹护肤品，化妆，打了一层腮红，手忙脚乱的，腮红打得重了，又用化妆巾擦掉，重新打。可是无论怎么都不满意，担心池诚等急了，跑到卫生间又把脸洗了，最后戴了口罩出门。辗转来到小区公园，池诚果然等在那了。他像是刚洗完澡，头发有点湿，穿了件宽大的黑 T 恤、短裤，身姿挺直，双手插兜，神情松快。看到他，露齿一笑，干净明朗。怎么了？搞这么神秘？隐忍多日的委屈、愤怒、羞愧一触即发，他奋不顾身地扑到他怀里，抱紧了他，嚎啕大哭。池诚。池诚愣住，哭笑不得，手扶住了他的肩。别哭啊，怎么了？池诚，我喜欢你，很早之前就喜欢你了，第一眼就喜欢，可是我不敢说，我长得不好看，成绩也不好，我自卑，没人会喜欢我，我怕说出来会吓到你。池诚，你看看如今的我，为了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我努力了4年，这4年来我不敢吃海产品，没有吃过一块巧克力，我怕会变黑，怕你不喜欢，我每天都在努力，努力变得好看一点，努力学习，我一直在进步，如今也算不得多好，但我还会继续努力，你相信我，我会变得越来越好。我们在一起好吗？求求你，你看我一眼。他诚惶诚恐地说着，也不知自己究竟说了什么，脑子很乱，眼泪淋湿了口罩。池诚愣了半晌，回过神，用手为他擦去眼泪，笑容灿烂。吴秀娜，你是不是傻？哪有这样表白的？你可真行。我不管，你答应我，让我做你女朋友，否则我就不松手，咱俩一直在这儿耗着。吴秀娜心里没底，这种无理取闹的方式着实可笑，若是平时她肯定不会这样做，但现在不行，她是个疯子，需要救赎。兴许是他状态实在太糟，又兴许真的是被他说的那些话感动了，池诚有些动容，眼神怜悯。他望着他的目光疯狂、绝望，又充满期冀，神情彷徨，情绪复杂如洪流，仿佛随时会将他淹没。他揉了揉他的头发，温声道：“好。”这话的意思是，吴秀娜抬头，一脸的泪痕，眼睛通红，肿得像个桃子。你答应了？答应了。尘埃落定，他那颗飘忽不定的心安静下来，笑着笑着又哭了。谢谢你，池诚，谢谢你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爱你的，我会对你很好很好，做全世界最好的女朋友。池诚是个合格的男朋友，他们每天一起去学校，中午一起吃饭，晚上一起回家，除了上课时间，几乎形影不离。最主要的当然还是吴秀娜比较黏他。他在篮球场上打球，他就托着腮坐在一旁看，阳光洒在身上，暖洋洋的。跟池诚一起打球的同学忍不住哀叹：娜娜是不是怕你被人勾搭走？瞧瞧你们俩，这狗粮撒的还让不让人活？池诚望向不远处坐着的吴秀娜，他眼中的笑意那么明显，目光柔和，藏不住的爱意。他心头一动，擦了下汗，向他走去。无聊吗？走，我带你去吃饭。二人回家的时候，有一次还碰到了池诚的爸爸，他是个和善的人，车窗打开，对吴秀娜道：有时间来叔叔家吃饭，阿姨说要让你尝尝他泡的咖啡。后来他真的去了池诚家，他妹妹池婷乖巧地叫他姐姐，一切都像做梦，双方家长认可的女朋友身份，让他睡着了都会笑醒。除了韩冰冰欲言又止地提醒了他一次，娜娜，你要不还是和池诚分手吧，我小叔那个人，他不想听，从此拉黑了韩冰冰的所有联系方式。然而掩耳盗铃，终是徒劳。在他以为噩梦已经过去的时候，傍晚下课，他在校门口等池诚，又见到了那位韩先生。
路边停着的黑色宾利，车窗半敞，韩志坐在后排，修长手指夹着香烟，随意地搭在窗上。他没有看他，仰面闭目养神，任由手中香烟一点点燃逝。很多人顿足看他，表情惊叹。吴秀娜脸上一白，下意识地要朝相反方向走。然而，一位身材高大的黑西装男人拦住了他，是韩志身边那位叫高成的助理。吴小姐，上车吧。吴秀娜后退一步，连连摇头，我不去。吴小姐，您拒绝的话，韩先生会不高兴的。高成好心提醒。吴秀娜目光躲闪地望了一眼身后那辆宾利车，好巧不巧，正对上韩志的眼睛，金丝眼镜下，眸光精厉。顿时头皮发麻，他的声音开始飘忽不定，求求你们放过我，娜娜。是驰骋的声音。驰骋从校门口走来，阳光俊朗的男生，目光盯在他发白的脸上，上前搂住了他颤抖的身子。怎么跑这来了？走吧，去吃饭了。吴秀娜低着头，任由驰骋带着他转身离开。途经那辆黑色宾利，他小心翼翼地瞥了一眼，韩志没有看他，缓缓关上了车窗，他眼梢微微泛着红，嘴角勾起若有若无的笑。当天晚上，他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，几乎是瞬间心里产生恐惧。他挂断了那电话，忐忑不安。紧接着又收到了一条短信：下楼，我说过不要反抗。吴秀娜哆哆嗦嗦地将手机放在床上，从卧室窗户往外看，眼神充满惊惧。小区楼下，路边停了辆宾利，韩志斜靠在车身，漫不经心地点了一支烟，夜幕下的路灯将他的身影拉长，挺拔高大。他抬头，目光对视上他，眼神寂静幽邃，路灯下的影子浓重如一滩化不开的墨染。人在绝望中总是能生出几分勇气的。他咬了咬牙，随手拿件外套下了楼。他想跟他谈谈，即便他在韩志面前渺小如蝼蚁。事实证明，他错了。站在韩志面前，只需他一个眼神，一个动作，他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。韩志掐了烟，随手捏过他的后颈，如同逮捕猎物的狼，强硬的目光直直对视着他。距离太近，他身上冷冽的气息夹杂着几分邪气。你不乖呀？听说那小子是你男朋友，真有意思。吴秀娜只感觉后颈像被火灼烧一样，被迫着去看他。金丝眼镜下，韩志的眼神透着几分疯癫，褐色眸子微微连紧。不知为何，他觉得他语气肆虐，隐隐在兴奋，于是下意识地抓住了他的胳膊。韩先生，求你放过我，您是有身份的人，我这样的小人物，您不屑纠缠不放的，对吧？放低姿态，激进哀求，如同当年在锦江酒店。可惜韩志笑了，对呀，通常我对女人的兴趣不会超过1个月，可这次不一样了，你敢反抗我，一定是很喜欢那小子了。这可太有意思了，生活枯燥，我迫不及待地想给自己找点乐子了。他声音低沉，兴奋又隐忍。吴秀娜心里一紧，哆嗦着嘴唇，你想怎么样？韩志貌似认真地想了想，松开了他的后颈，给你一个机会，处理好你和他之间的事，否则我不介意亲自动手，不管他是谁的儿子。